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被陌生女人当成小三，当街殴打，家里被一通打砸抢，事后他还义正言辞，打错了又怎么样？年纪轻轻那么有钱，能是怎么来的？一副狐媚相，看着就是小三。我没说话，因为他即将在牢里向我忏悔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愉快的周末时光终于到了，我刚拿着包到公司楼下，迎面就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女人，她当场给了我一巴掌。不要脸的小三，我让你勾引我老公，我打死你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耳光整懵了。勾引她老公？什么鬼？我这20几年就没有谈过恋爱好吗？我刚反应过来要反驳的时候，对方硬生生给我打断了，指着我的鼻子继续骂我，骂得非常难听，是人都听不下去。下班的时间，周围都是同事，看我的目光登时就变了。我想要开口解释，那个女人居然又要上前抢我的挎包，我急忙往后退，想要躲开这个疯女人。你是谁呀？我都不认识你，没有勾引你老公，我不是小三，当了小三还想立牌坊是吧？贱女人，我打死你！女人疯了一样扑向我，嘴里都是辱骂我的污言秽语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。你认错人了。女人的力气十分大，我的头皮都要裂开了，推都推不动。她脏话不断地输出，臭婊子，破坏别人家庭的贱人，我打死你这个不知道睡过多少人的小三！由于闹得动静太大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一个个对我指指点点。我的同事们也在一旁看热闹，对我这个被原配暴打的小三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保安，我要报警！我大声叫喊，保安也赶紧跑了过来。女人被嫁出去的时候依旧不依不饶，你给我等着，贱女人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我一身狼狈地站在原地，衣服被扯破了，包包里的东西掉了一地，胳膊上满是掐痕。围观的人对我指指点点，看小三一样的眼光如同刀剑射向我，议论声久久不散。我的同事们也是神色各异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不去理会这些人，先是让保安将监控调出来作为证据，然后拨打了110报警。警察询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一一告知，然后他告诉我，这件事只是普通的民事矛盾，不达到轻伤的话是没有办法立案的，警方只能出面调解。我这算是被白打了，美好的心情被破坏。我存了一肚子的火气，打车回家，想想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决定在网上找个律师咨询一下。头发都被扯掉了几根，还不算是重大伤害吗？可就在我走出电梯后，发现我家的门居然是开着的。完了，不会是遭贼了吧？我快步上前查看，锁是被撬开的，里面家具都被砸坏了，化妆品被扔得满地是，口红整只断裂，还在我家的墙上写着血红的小三不得好死。我急忙检查我柜子里的东西，我的名牌包包没了，给母亲买的金手镯不见了，桌子上的笔记本还有我刚买的平板也都消失了。原本就头疼的我更加头痛欲裂。对了，我的悠悠呢？我急急忙忙去找我养的吉娃娃，最后在阳台上找到了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悠悠，地上还有一滩血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悠悠才呜咽出声。我急忙拿出药箱给她处理伤口，眼泪顺着面颊的流下来。我在房间里装了监控，调出录像之后，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今天打我的那个女人搞得。下午3点，她趁着我还在公司上班，
带着几个壮汉直接撬开我的房门，进到里面就是打、砸、抢。在阳台晒太阳的悠悠听到动静跑出来，朝着这几个人叫了几声。那个女人一开始被吓了一跳，一看是只吉娃娃，上去就踢了一脚，悠悠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她还用高跟鞋在悠悠地尾巴上使劲踩，那一滩血就是这么弄出来的。1个小时后，警察到了，还带来了那个女人，邻居也都纷纷出来围观。女人叫苏丽，她今天在我家打砸了一通后，在书桌上看到了我的照片以及便贴上的公司地址，怒气冲冲地跑去我公司大闹。警察同志，就是这个女人！我眼中满是怒火，无缘无故就跑来打我，还差点把我的狗狗打死了。警察看着我房间内的一片狼藉，真是混乱不堪，转头看向苏丽，苏丽毫不认怂，斜着眼睛看我，满脸的肉都在抖。是我砸的又怎样？我来打小三，有错吗？当小三的人都该死。他的话一出，仿佛我就是小三。围观的邻居都用一种真看不来呀，小姑娘年纪轻轻当人小三的眼神看着我。这些人似乎要将我的衣服扒光，跟下午公司的同事和围观的人群一样，都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。女警察看起来40来岁，闻言打量我一下，又转头看向苏丽，开口问道：所以这次是情感问题引起的民事纠纷？我对上女警察略带嫌弃的视线，立刻火气上涌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，我不是小三，不是。我不明白，她也是女人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女警察见我太激动，淡淡的安抚道：这位女同志，你先冷静。警察同志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门卫李叔急匆匆地过来，指着苏丽，他找错了，6单元找成了9单元。我这才知道前因后果。苏丽的老公出轨，她打听到小三和我住一个小区，门牌号一样，可单元楼不一样啊！我真是倒的大霉，遭受了这种飞来横锅。明白事情原委之后，围观的人哗然，各持一词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苏丽的表情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我怎么可能找错？她转头看向围观的邻居，都开始议论她了。苏丽也觉得面子挂不上去，居然找错了。不过她很快压下心虚的情绪，轻蔑地打量了我一眼。既然不是你，这次我就放过你了。那语气真是大度，好似是她在施舍我一般，扭着腰就要走。站住！我看向女警察，警察同志，她盗窃我的财物，破坏我的财物，我估计损失的价值有30万。她当众殴打我，且虐待我的宠物，我要求立案处理。女警察还没有开口，苏丽就不冷静了，转身就要打我。这次可不会被她打了。我后退一步躲过去，苏丽的手直接落在了门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苏丽吃痛，指着我就骂：我是找错了又怎么样？那就能证明你不是小三吗？20出头的小姑娘有那么多奢侈品，还不知道是怎么睡出来的。冷静！女警察眼看场面要失控，连忙阻止了苏丽：你跟我去警局做笔录。等到众人都散开，我急忙带着悠悠去宠物医院。幸好伤势不是太严重，不过她的尾巴断了，还是需要做手术才行。直到半夜，悠悠的手术做完，我才离开。家里是暂时不能住了，我在附近找了一家酒店落脚，辗转反侧一晚上都没有入睡。第2天早上，我收到了警局的通知，这件事情已经被他们受理，成功立案调查了。我回到家里，按照警察的要求核算损失，看着一屋子乱糟糟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就堵得慌。好好一个家，
被弄得跟废品回收站一样。就在我要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手机上却弹出令我气愤的信息：昨天苏丽在公司殴打辱骂我的视频，居然被上传到了网上，视频排在热门的第1位。我翻看下面的评论，全部都是骂我活该，小三就该打，小三不得好死的字眼。最让我生气的是，还有人扒出我的私人信息、家庭住址、电话，甚至还有我父母的信息。小三活该，小三不得好死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祝你早日升天。你爸妈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晦气，会被你气死吧？能养出这样的女儿，他爸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手机上谩骂的短信一个接着一个，大多是跟风而来打小三的女人们，甚至还有不怀好意的老男人打电话约我。第3天，爸妈在老家收到一个花圈，上面写着：女儿当小三，父母有责任，小三不得好死。还有人将我的照片做成小姐的卡片，写上我的信息，发布在网站上。所有人不仅认为我是小三，还是小姐。我的同事也在朋友圈暗讽：同志们一定要擦亮眼睛，指不定你身边就有小三。当初被我拒绝的男生打电话嘲讽：怪不得当初不答应我，原来是给人当小三了，你早说呀，多少钱一晚我还给得起。这语气完全是将我当作给钱就可以睡的小姐。我现在没空理会这些冷嘲热讽的人，安抚好我爸妈之后，就请假在家中核算损失，然后把证据交给我找的律师。这天下午，突然有人按我家的门铃。这几天来我家看热闹的人很多，我已经不胜其扰。不过通过监控，我看到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，男的扛着摄像机，女的拿着话筒，看起来像是记者。程薇女士你好，我们是做自媒体的，了解到这几日发生的事情，想请您做采访可以吗？他们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，得知他们的账号拥有100多万的粉丝。现在网上的舆论对我来说很不利，也许接受采访能扭转一下这种情况。我现在也需要一个能发声的平台，所以选择接受2人的采访。我面对镜头，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，家里受到破坏的家具一一给大家展示出来，以及丢失物品的清单、悠悠的诊断记录的等等。程女士，你丢失的财物都是你自己的吗？摄影师突然俯拍我询问。是的，问题很奇怪，当然是我自己的东西，不然呢？而且不是这个女记者来询问吗？这个男摄影师怎么突然问起问题了？关于苏丽女士说你是小三这件事，你怎么想？摄影师继续问。我摇头，我不是小三，他找错人了。可是为什么找到你了呀？俗话说，苍蝇不叮没缝的蛋。不等他说完，我皱起眉头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活该是吗？我是小三是吗？谁知道呢？程女士，破坏别人家庭对你来说是件很刺激的事吗？摄影师轻蔑地看着我。原配才是受害者。我直接站起来，高声道：我破坏什么家庭了？整件事跟我就没有任何关系。程女士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们也只是想弄清楚实事。女记者开口解围。我意识到他们并不是什么正义的媒体，根本就靠不住。我的预感一点也没错，很快就看到了这家自媒体毫无下限的操作。自媒体平台上很快放出了采访视频，关于苏丽女士说您是小三，你怎么想？视频里的我说道：我是小三。程女士，破坏别人家庭对你来说是件很刺激的事吗？是的。视频里的我点点头。视频上是刺眼的标题：小三嚣张跋扈，偷人偷上瘾，
而我向他们展示的报警回执、损坏和失窃的物品清单、悠悠的医疗记录全部被删除了。经过前后颠倒、掐头去尾的剪辑之后，居然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个视频毫无意外的火了，直接冲上了热搜榜的热门。自媒体账号一天时间暴涨几十万粉。如今的网络就是如此，吃瓜从不管真相，是瓜就行。发视频的账号红了，而我彻底的被抹黑。律师给我打电话，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劝说，以后不要再接受采访了，这种人我们见多了。为了流量没有下线，我知道律师的话是对的。看了一眼整理好的文件，放心吧，麻烦您帮我再处理一个案子，我已经整理好证据了。不到3天时间，原本火爆异常的自媒体账号被永久封禁了。这个结果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我看到视频后，第一时间就向网信办举报了他们恶意造谣。我家是有监控的，他们以为我没办法拿到什么证据，但是完整的采访视频早就被监控录下来了。我将采访视频上传到了网上，完完整整，没有前后颠倒。2个记者轮番给我打电话道歉，我直接甩给他们一句话：道歉的话留着给法官说吧。这2个颠倒是非黑白的人活该这样。律师的动作很快，将2人以名誉权、恶意诽谤向法官提起诉讼。由于造成的影响巨大，情节十分恶劣为由，向他们索赔精神损失费16万。哎呀，我家宝贝最机智了，闺蜜阿软一把抱住我。还好，我在这所城市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的闺蜜，信任我，一直陪着我度过这令人郁闷的日子。记得家里被打砸的第2天，我无助地看着满地的狼藉，无数的谩骂信息，只能将手机关机，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。时不时有八卦的居民过来敲门，自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叫保安过来。阿软在网上看到视频，放下工作，急忙赶过来。我清楚地记得他过来的时候，鞋子都穿错了，2只不一样的鞋子，可见来的有多着急，多担心。以后你不许瞒着我，有事要给我打电话。我抱着阿软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，将自己的委屈告诉他。他帮我分析清楚了局势，眼下要做的不是证明我的清白，我不是小三。重点是苏丽入室盗窃已经构成犯罪了，而且罪证完完整整摆在那里，他逃都逃不掉。我觉得他就是故意害你，拿着小三的名义欺负你，干着盗窃的事情，让你百口莫辩。阿软疼地站起来，微微，我觉得他打小三就是一个幌子。他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从古至今，从令人不齿的就是小三、妓女。苏丽将这些标签贴在我身上，用道德束缚住我，遭受网络暴力，所有人都只会关注在我身上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解释我不是小三，疏忽了苏丽做的事情。入室盗窃完全可以判刑了，如果这次换成其他人，恰好做过亏心事的，被苏丽打小三了，不敢发声，那岂不是就被他这么光明正大地抢走了财产？在网络的世界里，所有人说话都不用负责任，他们藏在冰冷的手机之后，肆意地敲击着键盘，随意地污蔑他人，不求事实如何，只顾发泄和他们心中的不满。所以舆论战必须要赢，一步一步地打破苏丽的谎言。反抗就从打击颠倒黑白、助纣为虐的自媒体开始。这天，微博上的一篇文章冲上了热门。欧洲中世纪在300年内杀死了数十万的女性，打着消灭女巫的幌子，随意地杀害无辜的女性。
只要将女巫的大帽子扣在女性身上，就会被烧死。而烧死看起来不过是更体面的死法。更多的女性是因为被暴力殴打、强暴致死的。而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只要说自己认为那是一个女巫，她所做的一切就都是正义的，毫无辩解的正义。在21世纪，一个文明昌盛的社会里，依旧存在类似的事情。你说一个男人嫖娼，你要拿出证据；你说一个人贪污受贿，你要拿出证据。可将一个女孩污蔑为小三、小姐，却可以理所当然。没有人会让你拿出证据，也没有人选择去看证据。拐卖女孩，只要说她是小三，他们在抓小三的时候就不会有人插手，只会在一边看戏。打砸别人的房子，盗窃他人财物，只要说这家人是小三，就可以盖住他们做的事情。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个被称为小三的女人身上。在众人的心中，小三是可耻的，做小三、做小姐是要承受白眼和谩骂。他们可以容忍男人嫖娼，容忍他们养小三，就像是在古代，男人去青楼会被夸风流，女人和男人多说一句话都是不知廉耻。他们只要听别人说这个人是小三，就会一窝蜂的去谩骂、进猪笼，不会去管真假，也不在乎真假。他们有的婚姻不幸，有的生活平淡，都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。而女人，弱势的女人，是最适合被拿来发泄的。这篇文章很快爆火了，之后我快速将苏丽砸东西、虐待悠悠、盗窃财物的视频发布出去。视频中清清楚楚地录下来苏丽的所作所为。撬开房门后，她直接冲进去我的房间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没有求证的心理，直接将我品牌包拿出来，将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以及电子产品收入自己的包里面，之后捡衣服、砸房间，连冰箱里的食物都不放过，将巧克力吃完，将冰冻的龙虾都拿走了。监控视频发布后，舆论才得到扭转，不再一边倒。这人就是去抢劫的吧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之前就是被污蔑是小三，差点被人贩子带走，都没有人帮。这是找小三吗？我看不是吧？盗窃犯法了呀！这个人见东西就抢，是我早就告他了。我向这位小姐姐道歉，我之前说话大声了，不该骂你。我看着那些为我说话的评论，大多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。通过这些评论，我知道像我这样类似的事件没少发生，她们也有苦说不出，更容易跟我产生共情。而这些理性的声音依然是少数的。互联网的理性往往最脆弱的。很快，苏丽出来直播了，对着镜头诉说着自己的痛苦，看起来精气神十足。苏丽说她和丈夫是白手起家，为了让丈夫安心创业，放弃了工作，在家相夫教子，却沦落至此。丈夫出轨，伤透了她的心，才会去打小三。有人去联播她，开口就质问她为什么要做全职妈妈。苏丽面色骤然一变，以为是帮她说话的人，没想到居然来质问她了。全职妈妈怎么了？你看不起吗？全职妈妈很伟大，放弃了事业，照顾孩子和丈夫。我牺牲我的事业，我的人生。全职妈妈也是独立女性。我站在我丈夫身后，帮我丈夫处理好家中的事务，是让我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。我是一个伟大的女性，我也没有盗窃。我丈夫给那个小三花了那么多钱，都是我们夫妻共有的，我拿回来有错吗？苏丽神情十分得意，一副我没有错，小三有错的样子。联播的人又问：你有什么证据证明？苏丽大大方方地拿出来红本本，对到镜头上，看见没？结婚证3个字，
这里的照片是我和我丈夫，只要我没有离婚，你就是小三。苏姐威武，这才是原配正宫要有的气势。小三就是该打。评论里清一色觉得苏丽真厉害，能够这么勇敢打小三，他们都是苏丽的坚强的后盾。请了几天假之后，我准备回去上班。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在公司造成影响，也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可那些猎奇鄙视的目光还是让我浑身不舒服。顶着令我作呕的目光走进办公室。作为公司副总，我还有要负责的事情，组织2个小组开会。我刚要进去会议室的时候，听到有2个男同事在窃窃私语。没想到程副总还会回来，我还以为他要辞职了。脸皮厚呗，都当小三了，空降下来的副总指不定是睡出来的。我猛地推开门，不妨再大点声。2人看到我，心虚地停下来。我走到前面，看向刚才说我睡上位的人，原来陈经理也是背后嚼舌根的长舌妇。陈经理对上我也丝毫不畏惧，眼神中流露出的不屑很明显。一个私生活混乱的人，德不配位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给总公司打电话，让安总解雇我。我冷笑一声，将手中的策划案放在桌子上，希望在陈经理的带领下，能够交出令人满意的策划案。还有3天的时间，应该够了吧？我的声音平静无波。陈经理不再说话，他一直都对我有敌意，被一个女人骑在头上，当他的顶头上司，对他来说是件耻辱的事情。可让他坐我的位置，他却没有这个能力。我之前一直在总公司工作，能力出众，这家公司的发展前景很好，但是缺乏一个具有领导的人，这才派我到这家公司工作。明面上我是副总，但是就算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也管不了我，因为我是直接跟总公司签约的。在分公司2年，我拿下了很多的项目，创造的利润是其他分公司的2倍，而且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。3天内将完整的策划案交出来，只有我能做到。如果这件案子丢了，损失的不只是分公司，还会牵连总公司。当初安总说过，女性要独立，他的公司不会管女员工结婚与否，是否要生育，我这才愿意加入他们。只是这个世界似乎对女性有太多的恶意了。我不是忍让的性格。视线一一扫过在座的所有人，这里是公司，在座的都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，别让我觉得你们是非不分。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不会承认。也希望诸位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最后，我笑着看向陈经理，欢迎你和我竞争，但我希望是良性竞争，而不是拿莫须有的罪名当谣言。陈经理低下头，面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。散会后，我坐在办公室内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直接回怼留言之后，果然好多了。之后不用再畏惧公司的流言蜚语。微微，你的为人我知道，希望你能打赢这场仗。看着安总的短信，心间流过暖意。想要将一个无辜的女孩彻底毁掉很容易，只要绑上和性有关的谣言就好。从古至今，这就是总容易毁掉一个女孩子的手段，一副沉重无法摆脱的枷锁。可我无畏，我不会被这荒谬的道德绑架，不会畏惧世人的眼光。我要挣脱这副枷锁。下班回家，在小区门口，门卫李叔看到了我。李叔抱歉又同情地看向我，那天我早知道就不告诉他是哪个单元了，谁知道他找错了，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。以后需要我证明，你就告诉李叔一声。我笑着点头，谢谢。在我拿完律师回执单要走的时候，李叔又开口了，
那个女孩就在6单元，门牌号既然和你一样很好找，你找出来真正的小三，不就能洗清自己了吗？李叔说的没有错，这一个好办法，也是一个快速解决我麻烦的方法。可是我如果这样做了，就是把另一个女孩子拉入深渊，她是不是小三根本就不知道，很有可能跟我一样是被误会的。我不想像苏丽那帮人一样，暴力已经让我深受其害，不能再牵连别的女孩。回到家后，我将事情告诉了闺蜜，她给我切了一大块西瓜。微微真是心善，想想那个苏丽要是有证据，早就拿出来了，那个女孩肯定也是冤枉的。多亏你陪着我，我学武侠片里面的抱拳，小女子多谢女侠提醒。事情结束后，请女侠吃火锅，所有的损失一共有32万，再加上失窃的东西，一共是50万。我将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警方，包括物品清单、购买时的价格，以及最主要的监控。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。看着这些证据，我和闺蜜感慨，这下苏丽再也不能叫嚣了。我将另一段视频放到了网上，是苏丽在得知找错门后依旧辱骂我、嚣张跋扈的视频，可以清楚地听到她那句我是找错了，又怎么样？那就能证明你不是小三吗？20出头的小姑娘买那么多奢侈品，还不知道是怎么睡出来的。视频转发量在半小时内就达到了10几万，浏览量突破1000万。视频上了热门，众人也都看清楚了苏丽的真面目。年轻的女孩子不能有钱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打错人还能这么嚣张？我看她就是嫉妒那女孩年轻漂亮又有钱，而自己是个黄脸婆。终于舆论不再为苏丽说话，有一大部分表示错信了苏丽。没想到苏丽污蔑人，都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对不起。只有一小部分人依旧为苏丽说话。这件事情发酵后，苏丽又开始直播了。这一次的她不再是精神焕发的模样，面容略显苍白，不再趾高气昂地骂我，对着镜头哭泣。那眼泪跟不要钱一样的流，我也是可怜人啊！这些年付出了青春和精力，却被出轨，自己放弃了工作呀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容易。他只是想要挽回婚姻，孩子不能有父亲。阿软盘腿坐在地毯上不屑道：“他之前不是还说全职主妇不丢人，打工又赚不到钱？”现在又说自己放弃工作多么委屈了，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吗？我端来瓜子给阿软，继续看苏丽的直播。我生儿育女，2个女儿和1个儿子啊，可他却在我怀2胎的时候出轨了秘书。苏丽大声地哭，将自己剖腹产留下的伤疤暴露在镜头前。阿软再次吐槽苏丽，等等，怀2胎的时候出轨，她还生了3胎，对她老公还真是真爱，要我早就离婚了。我就是太生气了，所以找错了门，我不是故意的呀。这年代谁不恨小三啊？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那么多钱，我就下意识以为她也是小三啊。那样子就是一副狐媚子样，出门穿的那么少，肯定就是想勾引男人。苏丽哀嚎着，可那言语间还在不断地诋毁我。她这一说，站在她那边的人开始诋毁。是啊，这么年轻的女孩，才毕业没多久就有这么多钱，怎么来的还不明显吗？说不定就是当三赚出来的。就是小三是坏人，原配才是受害者。就是啊，小三不能放过，打错了就打错了，那又怎么样？还告人家，心怎么这么黑？俗话说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这女人指不定就勾引男人，怎么不找错别人呢？又是这句话，
这些无条件支持苏丽的人都已经疯魔了。他们大雄心底里就觉得，有颜有钱的年轻女孩一定都是被包养的。我直接忽视这些人的恶意评论。至于现在直播间发疯卖惨的苏丽，她也闹腾不了几天了。3天后，办案人员居然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要不要接受调解，还真是可笑。这位同志，你也是女生，换位思考，这种事情你愿意接受调解吗？我绝对不会接受调解。我心中无语又气愤。电话那边突然慌乱起来，还有小孩的哭泣声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总觉得那边的情况很奇怪。没想到中午的时候就有人找我，原来是苏丽的妈带着苏丽的2个女儿来了。我警惕地看着3人，可不想再像上次一样被人打一巴掌。叫来安保经理后，才走向3人。苏丽的母亲看到我就扑过来，就要扯我。姑娘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，我给你说对不起。我快速躲开那双手，几步朝着监控下面走。对不起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3个字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在我看来，您可不觉得你女儿做错了？老人总容易使碰瓷这一招了。之前自己在路上就被碰瓷了，还好有监控证明。一定要远离苏丽的母亲。苏丽母亲顿时就瘫倒在地。哎呀，我这可怜的孩子啊，我这可怜的外孙女呀，没有母亲该怎么办？求求你为了这几个孩子撤诉吧。我看着那2个眼中胆怯的孩子，他们鼓起勇气朝我走过来。姐姐，求求你，别告我妈妈了好吗？2个女孩，一个7、8岁，一个才4、5岁，他们2个眼圈通红，声音哽咽。苏丽明明有3个孩子，为什么偏偏是她的儿子没有来？这种事情只让女儿来，是为什么？重男轻女的心思还真是令人作呕。2个孩子哭得可怜。到了下班时间，很多人都会路过这里。这俩孩子真可怜。是啊，没有母亲，孩子怎么办？周围人的声音传入我耳朵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诫自己不能心软。我这段时间被人辱骂，家人被指指点点，这些痛苦不是你们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当作没有的。盗窃案已经超过了5000元，金额高达50万，已经立案了。警方不会撤销案件，这个结果都是你女儿自己做的，是她不留口德，随意污蔑他人，开直播卖惨，也不忘诋毁我。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原谅。我将话丢下来，转身离开，任由3人又哭又喊。苏丽的母亲着急地喊道：“你这样会害了一个家庭，孩子会以内他妈妈的事情断送前途，你不撤诉就是罪魁祸首。”听着这话，我都笑了。罪魁祸首是他们的妈妈，不是我这个受害者。安保经理带着人将人带走。进入电梯，我终于听不到那些哀嚎的声音了。很快，苏丽被警方带走，拘留起来。在开庭前，苏丽的丈夫李德给我打电话：“你告吧，我不会给你1分钱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财产都不属于他。”我微微挑眉，苏丽可是说了，这些都是你们夫妻白手起家一起赚的钱，是共同财产。还真没想到，苏丽的丈夫在得知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的时候，居然打电话来说这些。那是苏丽自己的事情，和我无关，我也不会赔偿你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这2个人一样的自私自利，天生一对，我也没有再打回去，等着法院宣判就是了。苏丽若是知道自己那舍不得放手的丈夫居然如此对她，肯定会疯吧。为了这一个渣男要死要活，满世界的得罪人，真的值得吗？2胎时就出轨，这样算来已经有4、5年了。在这期间不想着回头，
还拼命生儿子，将丈夫作为依靠，没有独立的思想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，迷失自我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女性被下定义，一定要相夫教子，工作有什么用？回家最好了。这样的思想太可怕了。正式开庭了，我坐在苏丽的对面，苏丽凶狠地盯着我，恨不得盯出来一个血窟窿。我微笑着看着苏丽被宣判，苏丽只能去牢狱中盯着冰冷的墙面了。苏丽被判5年有期徒刑，赔偿费用一共70万。李德想要保住自己的财产，不想出钱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夫妻的财产还没有完全处理好，法院会强制从共有的账户中赔偿给我。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，阳光明媚。法院的结果一出，在网络上的热度很大。这件事情一直在来回反转，媒体的记者过来采访。程女士，你被污蔑为小三这件事情有了定论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我神情平静无波。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随意地污蔑一个女性是小三，拿出的结婚证不能证明任何一个女孩子就是小三。在婚姻中要负责的是夫妻2人。如果你的丈夫出轨，你要做的是如何处理你们夫妻的事情，而不是满世界污蔑女孩是小三。记者有些意外，您的意思是，你反对打小三的行为是吗？我被误以为是小三，对方只用了一句话，而我要证明我自己，状告一个盗窃犯花费了1个月。我们的处境如此难以生存，这些人功不可没。我们努力反抗的时候，不求围观的人共情，但求不要背后插一刀，将心中的话一口气说完，心中的郁结彻底消失了。我已经不畏惧这段话又被乱剪辑了，即便他们又给我戴上小三的帽子，也无所畏惧。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不是吗？赔偿款很快到账了，我将一部分钱用来抵扣财务的补偿，重新装修了被毁掉的家，将30万捐给了女童助学基金，将其中10万用来做了一件事情，采访100位曾经被打小三的无辜女孩。这100位女孩和我有相似被污蔑的经历。第1位女孩叫陈青青，陈青青刚毕业的时候进入了一家国贸公司，工作优秀，被一个来公司抓小三的女人给污蔑了，非要说她是小三，卖身赚钱。因为这件事情，陈青青的男朋友和自己分手了，2人都到了要结婚的地步，却因为这场污蔑失去了一切。原因就和程薇一样，也是认错了人，和照片里面的人太像了。就这么一个乌龙，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孩。女孩无权无势，打碎牙往肚子里咽，辞去了工作，宁愿去不与人打交道的殡仪馆工作。第2位女孩李素素只是扶了一下喝醉酒站不稳的同事，就被人拍照片上传到了网上，被男人的妻子看到，被认为是小三，扶一下就是出于好心而已。李素素就在旁边站着，就扶了一下而已，不扶男人就直接磕到桌上了。没想自己一个好心的举动被无限放大，网络上、现实中走到哪里都是辱骂，甚至男人的妻子到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大闹，女孩承受不住，得了抑郁症，一位想要自杀，治疗了2个月才缓过来。第3位白若安女孩最惨，白若安长得漂亮，温润如水，典型的淑女。毕业后进入公司实习，却被色狼上司盯上，色狼上司经常揩油，白若安忍不了，在办公室直接扇了上司一巴掌，被上级记恨上，说白若安勾引他要转正，被他拒绝，居然打他。男人的老婆知道，将白若安打了一顿，也被曝光在网上。
家庭住址被爆出来，不断的被人骚扰，甚至是有男人半夜进去他家要强暴他。还好邻居听到动静，白若安才没有被侵犯。时间一长，白若安患上了抑郁症。白若安从5楼跳了下去，人没有死，可是那双腿却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之后的很长时间，白若安一直在接受治疗。曾经的笑容温婉的少女很少展露笑颜，在看到我经历的事情后，勇敢地站了出来，将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。我也希望当初伤害她的人能得到应有的报应。被打小三的女孩都是被强硬着按在泥潭中女巫，拼尽全力要证明自己不是女巫，证明自己是无辜的。在任何时代，一个无需任何证明的肆意指控都是可悲的。一句话毁掉一个人是时代的可怜。我们无需畏惧流言蜚语，不再畏惧发声，不做一个跪在贞节牌坊前哭泣的人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爸是公认的3好男人，只有我知道，他不仅在外养了小三，还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私生子。我爸意外身亡后，我当机立断，联系殡仪馆烧了他。私生子不存在的，而我作为他的独女，将继承他的全部遗产。我爸是公认的3好男人，大家都觉得他对我妈情深似海。20多年来，没让我妈做过一次家务，哪怕他当上公司老总后，也是日日回家，按时为我妈洗手做羹汤。可就是这般始终不渝的男人，不仅在我妈怀孕期间出轨，还让小三生了一个只比我小半年的儿子，甚至他还用我妈的钱养了小三母子20几年。我的爸爸因为摔倒引发脑出血，情况危急，等送到医院时，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医生劝我节哀，作为他孝顺的女儿，自然是含着泪迅速办完所有手续，当天火化，当天就出河，让我的老父亲早早入土为安。只是他老人家尸骨未寒，一对衣着华丽的母子便登门和我争家产，穿得比我妈生前还好，声称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。他们堵在我的家门口，撒泼打滚，保安拽都拽不走。我面无表情地抬头看了眼我爸的遗像，冷笑了一声。戏台子搭了这么多天，主角总算来了。我哭得眼圈通红，任由那个疯女人扯着衣袖。她坐在地上，对着周围的人又哭又嚎，头发凌乱不堪。你们可要为我主持公道，我儿子可是楚家的继承人之一，这房子明明就有他的份，结果这女人却不让我们进。邻居和看热闹的人把四周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眨巴着眼睛，眼泪说下就下，垂着头，哭得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。我爸一生正直磊落，左邻右舍，公司员工，谁不知道他是个3好男人。他头七还没过，不知道哪冒出来的野鸡，上来就说这是他的儿子，要往我家里闯，我不让进，就在门前撒泼打滚。众人纷纷点头，保安也作势要将方圆拉出去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有证据。方圆惊声尖叫着，话落就掏出了一张遗嘱，张嘴就开始念起了上面的内容。我在一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直接扑到了邻居张阿姨的怀里。张阿姨的嘴在10里8乡都是出了名的狠，她看我这么一哭，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一手搂着我，一手指着方圆的鼻子骂：你这泼妇，就是看着楚河一个小丫头好欺负，拿着张破纸就说这么大家业是他的，怕不是想钱想疯了。一旁的邻居们也都在帮腔道：是啊是啊，而且楚泽林多好的一个人，不抽烟不喝酒，
每天按时回来给老婆孩子做3餐。他老婆几个月前没的时候，他几次想不开，哭晕了好几次。我老公在外养小三，他都不会的。方圆叉着腰，把身后的方旭拽到面前。他不养小三，你们都认识楚泽林，看看这孩子长得和他有多像，任谁看不是亲生的。邻居们纷纷往前挤，想要看个究竟。我心想这哪行，要是这人真被坐实是我爸的私生子的话，那家产不就真得分给人家了？阿姨，您说这是我爸的儿子，就是我爸的儿子啊，您这不空口白牙误他清白吗？我一边抹着泪，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。张阿姨点着头说：对，你有能耐拿证据出来。不想方圆上前就要拉扯我，你和我儿子去做鉴定，是不是你爸的种，一下就知道了。我被扯得吃痛。张阿姨见对方耍无赖，一边将我护了下来，一边指着方圆大喊：疯婆子，你没证据还敢上这儿来撒野！说完就开始嚷嚷着报警。一旁的邻居眼疾手快，先拨通了电话。警察来的时候，方圆被邻居扯得狼狈不堪。他们简单问讯几句，理清来龙去脉，就将方圆带走了。方圆被警察架着胳膊拽走了，他还不忘扭着头对我喊：楚河，你想一个人吞了这么多钱？做梦！这是我和你没完！周围的邻居比我还激动，义愤填膺地指着方圆骂他不要脸。张姨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拍着我的手说：呵呵，再有这样的事你就喊我们这些邻居，没人相信你爸爸会出轨，我们都会护着你。闻言，我抹着泪点头，心中不禁感谢我爸生前为了树立好形象而做的努力。我送走邻居后，关上门，看着律师发了过来的消息，回的是方圆念遗嘱的录音。楚小姐，我刚刚听了内容，这份遗嘱是无效的，因为所涉及的一部分财产是您母亲的遗产。我的爸爸白手起家，做到了公司老总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遗嘱一旦涉及无权处分财产，便会无效。我将脸上的泪水擦干，冷笑了一声，不愧是我的好爸爸，对原配，对小三都够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方圆知道真相，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这事不出2天，微博的热搜就爆了。茂前集团前董事身亡后，小三携子登门要钱，紧跟在后面的就是茂前集团前董事楚泽林深情好男人的热搜。不过是这么多年，我爸为塑造自己形象，在公开场合感谢我妈的视频剪辑，以及我妈过世后她自杀被抢救后的新闻。屏幕之上，我爸一袭西装，是如何渲染他对她的爱，以及多么感谢她能嫁给他。情到深处时，甚至还会掉落几滴泪。评论区一边倒，都是维护他的，与那天维护他的邻居如出一辙。如此深爱妻子、深情款款的男人，谁又能相信他会在妻子孕期出轨，甚至让小三生了一个只比原配孩子小半年的儿子？若不是我处理了他的遗物，恐怕我现在也被蒙在了鼓里。律师的信息恰好弹出来，告诉我所有财产分割和相关过户手续均已完成。他还提醒我，就算那份遗嘱没有效力，如果对方手上有我父亲签字的亲子鉴定，那么方旭就有合法的继承权。我正愁此事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就带着方圆母子重新登门了。他们一进来，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，对着我颐指气使，要我配合去做亲子鉴定。尤其是方圆，见着爷爷奶奶给他撑腰，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鼻孔都快对到天上去了。亲子鉴定？别开玩笑了，我一个黄花大闺女，男朋友都没有，
哪来的这么大的儿子？我看着眼前比我高一个头的方旭，摆了摆手，装疯卖傻，谁不会？爷爷奶奶被我噎了个大无语。你别装傻充愣，这是可由不得你，你必须去。奶奶耷拉着脸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爷爷奶奶，您都老糊涂了吗？这就是个疯女人，碰瓷财产的，还和她做亲子鉴定。我爸这一辈子最重名誉，临了了，您还想让他被人戳几两骨吗？我说着说着，便顺势掉了几滴眼泪。那要是明天再出来10个人，都喊着是我爸的孩子，您还打算让我挨个做吗？奶奶气得将拐杖敲得咚咚响，装疯卖傻行不通，就打感情牌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也不能让楚家的孩子流落在外，而且就算你不去，我也会认这个孙子。我儿子的财产，我要给他一份。爷爷见奶奶占不了上风，出言帮腔。我看着爷爷奶奶，知道他们从来不在意我，也不在意我妈，冷嘲热讽，没少给我们甩脸子看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胳膊肘向外拐，重男轻女的糟粕思想作祟罢了。为了要个孙子，明着讽刺我妈，暗着让我爸找小三，这么多年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你要给他一份，你又算什么？我听了他的话，嗤笑了一声。那是我儿子的钱，当然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爷爷啪的一下拍响了桌面，拿出长辈的威严，冲我喊着。我懒得再和他们争辩，起身走向了大门，将门一把拉开。那你们去法院告我好了，看看法律会不会答应你们的诉求。你别以为我们不敢。奶奶拿着拐杖就要来打我。方圆，你能拿得出来证据证明他就是我爸的儿子吗？我转头看向方圆，他的眼神闪躲。我知道他拿不出来，我不了解他，但我十分了解我那个沽名钓誉的爸，凡事做得滴水不漏，绝不会给任何人留下可以威胁自己的把柄，不然也不至于他在外养了小三这么多年。我和我妈以及爷爷奶奶一点苗头都没发现。法院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正躺在沙发上追剧，爷爷奶奶和方圆母子将我告上了法庭。我倒是不怕，联系好了律师，当天准时到达，坐在调解室里。我看着方圆，扯着方旭，我儿子可是楚泽林的亲生儿子，他的遗产怎么样都要分他一份。大妈，做什么都要讲证据的，拿出证据来，我一分不少您的。我倚在沙发上看他，方圆仿佛被踩了脚，一声高喊道：我怎么没有？闻言，我和律师对视了一眼，啪的一声，一沓聊天证据和照片就拍到了我面前。看来他的确做了充分的准备。来之前，律师和我说，亲子鉴定不是唯一可以判定他是我弟弟的途径。如果对方拿出来了出生证明、疫苗接种记录，以及以抚养费名义的转账等有力证据，或者说服性很强的视频、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拒绝 DNA 同源鉴定，法官可能会做不利于我方的推定。我捏起一份，自己看了起来。我的确不得不佩服我爸，这个账号明显不是他平时常用的私人账号，而且令我十分意外的是，他通篇从未喊过方旭一声儿子。法官，我从未见过我父亲使用过这个账号。我将手上的纸放回到桌上，看向方圆，这就是楚泽林的账号，我有语音可以证明。方圆一下子急了，打开手机，将语音消息播放出来，的确是我爸的声音。还未等我再说话，我的爷爷站了起来，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。而且我们还有亲子鉴定报告。法官接过了报告，仔细端详过后，连连摇头道：大爷，
我们不能接受间接亲缘证明的。什么意思？爷爷奶奶面面相觑，这只能证明您和方先生有亲缘关系，证明不了方先生一定和您儿子有亲子关系。法官解释着，看起来十分头痛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只有泽林一个儿子，像是被踩中了尾巴。爷爷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爷爷，您先别激动。我看着老爷子蹦那么高，我心里都跟着忽悠一下，好言相劝道：您好好回想回想，您真的只有我爸这么一个儿子吗？我刚说完话，他就要越过茶几来掐我的脖子，被一旁的工作人员一把压住了。我扬了扬唇，律师将一份报告递了过去。据我所知，当年您和我奶奶为了要个健康的儿子，不仅送走了2个女儿，还将一个患了病的男婴遗弃了。你少血口喷人！奶奶将水杯摔得咚咚直响。我看着跳脚的2人，眯眼笑了笑。万一这就是他的种呢？法官看着我递交上的证人证言以及医院的分娩记录，点着头同意道：不排除这种可能。这我还真得感谢二老对儿子的重视，若不是确定了肚子里是个儿子，也不会去医院生产。关于方小姐的证据，我想向法官展示一下我父母的生活方式。律师将 U 盘连上屏幕。我爸一直对我妈妈十分亲昵，哪怕人到中年，也常常会用肉麻的昵称喊她，更别提日日为她洗手做羹汤、打水洗脚，甚至她的贴身衣物都是她亲手洗的，几十年如一日。以及她在公开场合是如何评价我母亲的。我爸面对记者镜头，一面感谢着我妈，一面流着泪，表达着他满腔爱意。我听着那声音，继续说道：半年前我妈妈过世，她在医院几度哭到晕厥，甚至不惜喝药自杀。紧接着大屏幕上显示的就是葬礼之上我爸嚎啕痛哭的一幕。我看着我爸的一举一动，心里冷哼一声，不过是作秀罢了。方圆的脸色不是很好，甚至谈得上惨白，怔怔地看着屏幕。反观方女士提供的聊天里，语言习惯与我爸截然相反，更别提她从未喊过方旭儿子，也从未喊过方女士除了名字外更亲昵的称呼。就算承认她与方女士有私情，也不能确定方旭就是她的亲生儿子。法官看着手中的聊天记录与视频中的截屏，没有说话。庭前调解一次后，法院再就没组织调解过。再见到他们4个，已经是开庭时了。这次一马当先的是方旭，他将那份遗嘱交了上来，说着自己和楚泽林那么多年的点点滴滴。方圆配合着，哭诉着他们一对母子是有多不容易。我坐在一边看着他们，肺腑之言，感天动地，我都快动容了，却不想法官推了推眼镜，看也没看他们一眼。关于对方的遗嘱，我方主张此遗嘱无效。我的律师拿了份牛皮纸袋交了上去。楚河，你说无效就无效啊，这可是泽林当着我的面写出来的，那还能有假？听见律师的话，方圆十分激动，声音又尖又细，在庭上大吼着。法院助理扶着他，让他别激动。这是我方当事人母亲过世时，楚泽林先生与其妻子的财产情况。听着律师的话，法官打开了牛皮纸袋，一个名目一个名目地看着，最后点着头说道：遗嘱无效。凭什么？法官，你是不是收他们钱了？我要换法官。听了这话，法院助理都压不住方圆了。法官用力敲着锤子也没用，最后竟然是出动了法警，才让局面平稳下来。这份遗嘱，楚先生所列财产涉及他无权处置的财产，
也就是他与他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。除此之外，这份遗嘱连见证人签字都没有。另外，你觉得我收受贿赂，可以去投诉我。法官的脸有些黑，语气十分严肃。这就是不懂法的后果。但凡他们开庭前去问问，都不至于闹成这样。我笑了笑，暴毙看着他们，还能翻出什么了？哪个傻子会把财产给外人啊？肯定确定是自己的儿子，才会留给他呀。奶奶听了这话，气得拍桌而起。法官敲了敲手中的锤子，有些无奈，叹了口气后，缓缓张口说道：楚泽林先生并未在遗嘱中表明与方旭先生是亲子关系。我赶紧接上话茬：法官，我爸这一生对自己要求极高，他拼搏半生，才得来了今日这样的名利。他身亡才几天，就有人声称是他的儿子来分他的遗产，却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，这不就是欺负死人不能说话吗？身为子女，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？我说着说着，便抽泣起来，眼泪哗哗向外涌着。卖惨谁不会？楚河，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泽林好，既然你这么孝顺，那你为什么当天就将他遗体火化？对呀，我们甚至都没看到他最后一眼。爷爷奶奶见情势不利，矛头直指向我。半年前我妈去世时，您二老不就是逼着我爸当天将我妈的遗体火化，当天下葬吗？您当初不是也没让我看我妈最后一眼啊？那会儿您二老怎么说？怕我伤心过度，死者为大，早些入土为安的好。我将脸上的泪抹掉，极力压着颤抖的哭腔说着：更何况我没有不告诉你们，是你们不接我电话的。我将通话记录亮了出来，二老才闭上了嘴。最后法庭不认定方旭为楚泽林的儿子。我拿着判决书的复印件去了我爸的墓前，我是该来好好谢谢他老人家，毕竟今天能胜诉，全依仗着他生前那么谨慎。若不是他一直防着方圆，怕他以此要挟，什么把柄都没留下，想必方旭怎样都要分去一部分。我将手中的纸点着了，扔到了他墓碑上。爸，您去下面可有脸面去见我吗？那场庭审结束后，他们四个也是消停了一阵子。经过这么多天的舆论发酵，方圆和方旭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，可谓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我的奶奶怎么能忍受自己的宝贝大孙子受这种委屈呢？将这对母子接进了他们住的房子里。我看着日历，公司股东大会就快召开了，因为我和爷爷奶奶均分了我爸那份股份，如今最大股东已经是其他人了。我没什么远大志向，有钱就行，所以一点都不着急。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可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，为此事着急上火了很久，这不就又来找我，想要我手中的股份。楚河，把你手中的股份转让给我们。他们不请自来，直接坐在沙发上，指着我说道：他们面对我的时候总是这么理直气壮，予取予求，毫无任何愧疚。凭什么？我挑眉反问了一句：这是我儿子的公司，必须姓楚。那您把您手里的给我，这样公司依旧姓楚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歪着头看他们。奶奶一听，脸瞬间就黑了，指着我说道：你算什么东西，连个把都没有。我得把这些给我的大孙子，好为我楚家传香火。面对至亲之人的嫌弃厌恶，这20多年我开始乖巧讨好，后面反抗不懈，如今听到这样恶毒的话，更像是猛灌了一大桶白酒，整个人都麻木了。我别开目光，清了清嗓子，就算加上了我爸分给我的那份，您也成不了最大的股东，那就把你妈的也给我。奶奶站起身，
就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扔给了我。我拿起来看了看，轻声笑了出来。这次他们学精了，还知道找律师出具相关文书给您。好啊，现在正好有人出资来买我的股份，您让我看看您能出多少钱。我将那份转让协议扔了回去，坦言盯着他看。我的奶奶一听我要钱，她的拐杖一下就扔了过来。你作为楚家的一份子，把这些都拿来孝敬我们也不为过，你还敢提钱？听了这话，我都要给他拍手叫好了。毕竟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把抢东西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想道德绑架我。可惜我这人没什么道德，见我无动于衷，奶奶似乎更加生气，她做事就往我身上冲。我一把抓住了她扬起来的胳膊，冷眼看着她。我可不是我妈，你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想要股份就掏钱来买，想白拿那绝对是做梦。奶奶似乎被我的气势吓到了，我松开手后，她的胳膊半天才落下去。我们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这么多年费心给你拉扯大，为了点钱，连爷爷奶奶都不要了。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一边唉声哭着，一边用爬满皱纹的手指着我，满脸悲愤，好像我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。我嗤笑了一声，硬的不行，来软的了。我5岁那年，您用1根棒棒糖和1张游乐园的门票，就将我骗到了车站，妄图将我遗弃。若不是我妈及时发现，我可能早就暴尸荒野了。还有我7岁那年，您故意用热水烫我，我的身上现在还有被你烫伤的疤。我将衣袖掀了起来，触目惊心的红色疤痕盘在我的手臂上。甚至您见弃我无望，在我8岁学骑自行车时，故意将刹车线剪断，这就是您嘴里的把我拉扯大。这么多年，您的确是费心。我将袖子缓缓放了下去，低头反问他，费心让我消失。他嘴绷成一条直线，不敢再说话，也不再哭嚎。我看着他的眼角，哭了半天，一滴泪都没掉下来。等他们走后，我拿出早就让律师做好的股权协议书。这家公司根本不是我爸的，也不应该姓楚，因为当年出资建立的人是我的妈妈。我妈嫁给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个穷小子，而爷爷奶奶住的也不过是一个破砖房。她嫁给我爸后，因为没能生出一个儿子，整天被二老冷嘲热讽，动辄还会打骂他，导致他整日郁郁寡欢，便渐渐从公司里退了出来，由我爸全权接手了。却不想几十年过后，这些人不仅一点不念他的好，还全然忘了他们如今的一切是怎么来的了。是时候该提醒他们了。股东大会临近，我的爷爷奶奶按捺不住了，二老耷拉着脸坐在我对面，全然没了前几次的嚣张。你手里多少股份？我们全买了。我比了3根手指，笑着说，对方可是出这个价呢，300万，我们出500万。爷爷一看，瞬间得意起来。我摇了摇头，3000万，买我手里24%的股份。3000万，楚河，你怎么不去抢钱啊？奶奶一下就吼了出来。方圆这次也来了，这是关乎他儿子，他当然积极了。他一副贤良淑德的模样，拉着奶奶的手安抚她。3000万，他们所分到的遗产也不过2000万左右，除了这些，就只有他们住着的那套房子了。楚河，看在我们之间的亲情上，你能不能便宜一点？爷爷拉住了激动的奶奶，转头问着。我撇了下嘴，眼睛都没抬。这会儿您提感情了？您当初对着我和我妈又打又骂的时候，我可没见您提感情。爷爷被我噎得说不出来话。协议书已经做好了，拿钱签字，那些股权立马就是你们的了。我将手中的协议书扔到了桌子上，
方圆听后，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。他看着犹豫的爷爷奶奶，劝道：“爸妈，储蓄拿了这股份，那么大的集团，何愁赚不回这3000万啊？”爸妈，储蓄。我听着这些称呼，感慨方圆还真是识时务。他知道，只要抱紧二老的大腿，之前过什么日子，现在也一样能过什么日子。爷爷奶奶对视了一眼，犹豫了几秒，咬牙决定买了下来。股东大会当日，因为我已经将股份转卖，便没有参加。倒是听说我的爷爷奶奶领着我那个弟弟去了，宣布他成为了公司的最大股东，而且还让方圆做了公司的法人代表。这等风光场面，不仅电视实时转播了出来，连热搜都跟着报了。之前一边倒维护我爸的舆论，这会儿都跟着骂起他渣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一个热搜热度压过了储蓄那条，标题是楚泽林真该死啊！你看，群众的眼光总是雪亮的，也不知道我爸如果在天有灵，看到如今的状况，会不会气得吐血？我像是看戏一样，看着手机上的新闻。我不生气，毕竟一切都还没结束。那句台词怎么说？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我去旅游的时候，茂前集团出事了，因为生产销售了有毒有害的食品，被人举报，导致公司被查封了。我的爷爷奶奶和方圆母子到手的公司，眨眼之间就没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欠下了一笔巨额债务。二老抵押出去的房款被银行拍卖还债了，他们只好搬回了之前那座破砖房里了。这里面最惨的大概是方圆了，因为他即将面临刑事处罚。我躺在海边的椅子上，阳光暖融融地照了下来，海风扑面而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打断我的旅途是法院的传票，是我的爷爷奶奶将我告上了法院，要求我接下来赡养他们，以及帮他们还债。他们当然不甘心就这么住回那个老破小里，肯定要想办法在我这里弄到钱。这一回生二回熟，出庭就出庭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这次在法庭上，他们早没了之前的嚣张，我方完全可以拒绝赡养。在我的当事人年幼时，原告曾经不止一次伤害过我方当事人，律师站起来反驳，交上去了一堆医院单据以及家中录像。随着屏幕的展示，律师一点点介绍着，这是原告用热水烫我方当事人时的录像，以及我方当事人的相关的病历单和伤情报告。这是原告以我方当事人成绩不佳，用棍子将我方当事人打致骨折的病历单和伤情报告。这是原告遗弃我方当事人3次的报警记录。这是原告罚跪我的当事人的视频。此时我的当事人还不过6岁。我看着屏幕里的小小的自己，面对这一切时的不知所措的表情，眼泪一下涌了出来。小的时候，我十分羡慕同学，因为他们的亲人都对他们很好，不仅看起来和蔼可亲，还会关心他们吃没吃饱，穿没穿暖，好像全世界里只有自己的家里会鸡飞狗跳。我曾经一度将家里不和睦的原因归咎在自己的身上，无数次想过，如果自己是个男生就好了，如果我没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好了。在这样的想法下，我渐渐恐惧回家，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是妈妈及时发现了我的不对劲，她积极开导我，爱护我。无数个瞬间，她会搂着我告诉我，我们家小何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宝贝。在那栋漆黑的房子里，是他给我带来了唯一一束光。这些证据也是他细心保存下来的。我知道是因为他舍不得我爸伤心，才没有去告我的爷爷奶奶。等律师将相关证据提交完成后，法庭上一片死寂，
法官驳回了原告。法庭外，我的爷爷奶奶拉住了我的手。呵呵，救救我们！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。呵呵，我听到这个称呼，差点笑了出来。你们的孙子呢？怎么不让他来救你们？我将手抽了出来，问着他们。我看着他们局促的表情，继续说道：你们什么都给他了，他不会跑了吧？这件事开庭前，我才知道，方旭不仅跑了，还把他们最后一点钱卷跑了。方圆因为作为茂钱集团的法人，仍需要配合刑事调查，已经被警方控制起来，才没跑了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律师问我要不要起诉二老，毕竟刚刚提交的证据可以达到刑事标准了。不用，我摆了摆手，拒绝了他。送他们吃牢饭太便宜他们了，我当然要看着他们是怎么自生自灭的。阳光照在了我手臂上的疤痕上，我笑了笑，没有将袖子再拉下来。时隔1个月后，我在家门口看到了方圆。这天恰逢大雨，站在外面的方圆被淋个透顶。他衣着早不如当初华丽，手里拎的包也不再是什么高奢了。他见我从车上走下来，眸子猩红，像是一个女鬼，朝着我扑过来，嘴里还吼道：都是你，楚河，都是你害的。保镖一把拦住了他。我看着他乱舞的双臂，说：你胡言乱语什么？公司出事，的确是我举报的。在我爸死亡后，律师就和我说过公司的经营问题以及持股后的风险。那时候我就没打算要继承公司，我原本也不想拖他们下水，但是我在我爸的遗物里发现了一样东西。我拿出手机，平静地说着：方圆，公司是我举报的，我敢认。我妈妈的死，你敢认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方圆一下愣住了，而后开始大喊大叫起来。我找到了那份熟悉的录音文件，按下了播放键。泽林，你是不想娶我吗？是方圆的声音，娇滴滴的，与现在完全不同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是我最爱的女人，只不过是我现在的身份出了婚姻问题，会对股市有影响的。是我父亲在安抚他，离婚再娶的确会影响，可是丧偶再娶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听到这里，方圆的膝盖一软，啪的一下跪了下去。后面的话是方圆提议让我爸寻个时机将我妈从楼梯上推下去。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我爸真的这么做了，因为我妈的确是因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撞到脑干，当场死亡。我妈这些年精神一直不好，摔伤之事时常发生，而且我外公外婆早就过世了。除了我妈再无至亲之人，毕竟没有人会怀疑那么爱妻子的男人可能是杀人凶手。如今事隔这么久，家中的录像早已自动覆盖，当时的情况早无从查证了。我看着方圆，缓缓说着：你可能从来不知道，我爸一直防着你，他和你所有的对话都被他录了下来。听着我的话，方圆面如死灰，嘴里反复喃喃着：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爸白手起家，怎么会不知道遗嘱需要见证人签字？又怎么不会知道遗嘱中一旦涉及无权处置财产就会无效呢？如果他真的想让方旭继承，又怎么不会带着这份遗嘱去公证呢？听着我一句一句问话，方圆的脸色越来越差，最后他打断了我，捂着耳朵大喊道：你闭嘴！我将他的手扯了下来，继续说道：你真的以为他爱你？如果他真的那么爱你，都怎么没喊你一句老婆？我冷眼看着他，看着他像一滩烂泥一样趴在地上，警笛风鸣。方圆被警察带走了。我不知道我爸到底是更爱我妈多一些，还是更爱方圆多一点，但我知道他一定非常非常爱自己。当年我妈怀孕没多久，
他就通过其他非法途径得知我妈妈怀的是个女儿，他毫不犹豫，立刻在外找了小三。在我妈还没生产的时候，小三就怀孕了。我妈为了在爷爷奶奶面前维护我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再生孩子了，甚至和我爸说，如果他重男轻女，一定要一个儿子的话，他就要离婚。那时，我爸这个凤凰男刚通过我妈过上有钱人的日子，又怎么舍得和他离婚？要知道，什么公司，什么金钱，什么别墅洋房，全部是我妈的婚前财产，所以他开始在我爷爷奶奶面前事事维护我的妈妈，甚至做到能和我爷爷奶奶吵架。后续为了稳住我妈，更是在各种场合毫不吝啬对我妈的爱意，各种花式表白。可是在他早年的笔记里，他却写尽了对我妈的仇恨，言辞恶毒，笔尖划烂的纸张，足见他的怨意。甚至在我妈去世后，他重新拿出尘封多年的笔记本，在上面写着我妈死了，他是多么开心，多么痛快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上面提到了我，他将自己的一切不幸都怪罪到了我的身上。如果不是我，他根本不用藏着方圆母子；如果不是我，他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卑微讨好我的妈妈；如果不是我，他可以不用做父母嘴里的不孝子。那本笔记似乎是他这么多年唯一能摘下面具发泄的地方。我看到的时候才知道，20多年朝夕相处的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拉开了家门，看着通往2楼宽大的楼梯。当年我的妈妈就是从这里滚下来的，说来也真是天道好轮回，报应不爽。谁又能想到，我的父亲也是在楼梯上摔下去，导致脑出血才死亡的。我将所有的财产做了投资，又去海外读了博士。读博时，我断断续续听闻方圆在狱里表现良好，提前出狱，结果在出狱后没多久就得了重病。方旭嫌弃他是个累赘，不肯认他，导致他最后病亡在了桥洞里。而方旭入赘，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多年，2个人都没有孩子，家里每天都是鸡飞狗跳。我的爷爷奶奶穷困潦倒，接受不了政府给的那点补助，过不了贫苦日子，最后双双自杀在那个破砖房里。不过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回国后创立了公司，不仅如此，我还创立的福利院和基金会，救助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以及深陷家暴中无法自拔的人。楚总，您来啦，孩子都想您了。院长站在门口迎着我，面带笑容。我还没走进大门，一群孩子就冲过来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我抱起一个孩子，他流着口水，咿咿呀呀地笑着。楚总，不然我来。一旁的助理看着那口水落到了我的衣服上，试探地问道。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他没关系，转头逗着怀里的孩子。身边的一个孩子扯着我的裤脚，嚷嚷着我也要楚楚姐姐抱。紧接着一群孩子都喊了起来，央求着。我笑着看着他们，说道，一个个来。听着他们一声声的楚楚姐姐，我差点迷失自己，明明都是能做他们妈妈的年纪了。我轻轻捏了捏怀里孩子的脸蛋，阳光洒了下来，我看着那一张张小脸，洋溢着笑容，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们笑了出来。至少他们不用活在那片黑暗里了。妈妈，您看到了吗？我把您给我的光也传给了别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